美国很厉害，不管是经济还是武力，又强又硬。但有这么个小国，号称是非洲小美国，不管是啥都是照着美国的模样去抄，就连国旗也是大差不差。可结果呢，活生生把自己整成了国际笑话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利比里亚位于非洲西部，国土面积约为 11.1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534万人。利比里亚是典型的非洲穷国，干啥啥不行，要啥啥没有。人均 GDP 仅有755美元，在当地月薪能有个1000人民币，那都算是高薪。很多人一天的收入不到2美元，赚这点钱呢，连饭钱都不够，更别说其他的了。当地人连病都不敢生，一旦生病，那就只能在这硬扛。像他们首都蒙罗维亚，几乎就见不到高楼大厦，基建水平差，很多基础设施干脆就没有。比如说排水系统，一旦遇上雨季来临的时候，整个首都不用几分钟，立马全部瘫痪。连首都都这样，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，几乎大半个国家都被水淹了。吃没得吃，住没得住，干啥都得趟着水儿，好不容易等水退了吧？但利比里亚公路没多少，到处都是土路，本来那路已经不好走了，结果被水一冲，就变得更加泥泞不堪，交通极其的不方便。但就算如此，一些私家车司机为了能多赚点钱，冒着会翻车的风险，也要多拉几个人上路。一个非洲穷国，国民连饭都吃不起，下一场雨，半个国家都得被淹瘫痪。就这样的国家，居然被称为非洲小美国，不是啊，他究竟凭啥呀？如果拿出利比里亚国旗和美国国旗比较，就会发现，除了星星的数量不同外，几乎没啥差别。甚至你去了解了解利比里亚，政治啊、经济等制度和美国不能说一模一样，那也是毫无差别。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利比里亚可以说是由美国创造出来的。当年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度，让几十万黑人恢复了自由的身份，事儿吧是好事，但关键是白人们开始头疼啊。这么多黑人，你说留在美国的话，那不是来抢白人老爷的工作吗？但不留在美国，又能丢到哪里去呢？这时候就有人提，既然黑人是从非洲来的，那就让他们落叶归根，回非洲不就行了？为此，美国还特意跑到非洲和当地土著进行了友好且亲切的会谈，成功的买了块地，当做是安置点，还取了个名字叫利比里亚，有自由解放的意思。在美国的扶持下，利比里亚的小日子吧一直过得不错，但随着美国自己没钱来支援利比里亚，而利比里亚自己呢有了翻身做主人的想法，于是利比里亚正式独立。独立的他完全不带傻脑子，不管是宪法还是政体等制度全都仿的美国，就连国旗也是美国高仿版。按理说吧，这样下去利比里亚的日子应该会过得越来越好才对。然而事实上，现在穷的那叫一惨，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。有美国这个案例在，那啥都照搬的利比里亚不说变有钱吧，至少日子应该不会苦兮兮才对。但他们就是穷的不行啊，想要买一双新的拖鞋还得分期，年纪轻轻的就背负了鞋贷，同时也因为穷，当地小孩读不了书，也找不到工作，就只能跑到采石场砸石头，一天干12个小时，也就勉强赚不到10人民币。为啥利比里亚会这么惨？先不说美国的制度是不是适合利比里亚，当初送到这里的美版黑人那是心高气傲，压根就看不起土著黑人。因为掌握资源，他们也学着曾经的白人老爷开始压榨土著黑人，弄得美版和土著火气相当的大。后来新版本更新了，土著上位，结果没过几年呢，又爆发了内战。而美国呢，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，也没空管这个远的不行的小弟。而没了美国支持，利比里亚经济直接崩溃，成为了一个穷国。本来家里是有点基础设施的，结果10几年的内战直接给打没了，首都穷的都像个垃圾场，更别说其他地方。利比里亚其实不缺资源，上百亿吨的铁矿，还有丰富的土地资源，十分适合种橡胶、稻米、木薯啥的。但问题是，他们的技术落后，效率低。本来内战前嘛，它还是个大米出口国，结果打完内战，60%粮食都依赖于进口。国家经济差，那自然医疗教育也很差，书没得读，只能跟着去砸石头，病了也只能自己扛。如今的利比里亚也有意识的想做出改变，虽然效果一般般，但希望在未来，它能像自己的名字一样，真正得到自由和解放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一点赞、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